咱们先从头部开始，我先拿一张纸，一边给大家讲，一边给大家去画啊。来看，从头部开始，比如说我们在了解人的这个女性，一般我们画多数以女性为主，然后我们要记住，要知道什么呢？就是咱们在画一个脸型的时候，这个人物的脸型它是有一个基准型的，基准型啊，我想想看这在哪？哎，这有啊，这有，看有一个面部基准型，看到没有？这里正好有。然后这个基准型相当于什么呢？就跟我昨天给大家讲过，前天给大家讲过，我们把任何一个图案，把它转化为一些几何图形去操作。一般女生我们要画的鲜一点，然后要这种那个飘里飘气的啊，就是特别好看的那种的话，一般来说女生的下巴是不是都是尖的？然后我们把她的头当成一个圆，不是说从那个下巴到头顶是一整个圆啊，一整个圆那就是一个胖乎乎的女性。然后如果说偏瘦的，那么她头顶上半部分是一个球体圆体，然后一个圆，然后到下半部分呢，我们就以这种三角形去表示。所以也就是说，人物面部我们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圆和一个三角的组合。但是这个三角并不代表是在这儿啊，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圆加一个三角能构成一个人的面部，以及一些动漫里面这些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些小男生是吧？小奶里奶气的，就那种或者霸道总裁呀、或者什么，不知道有没有打王者荣耀？你们看看里面，但凡帅气的下巴也都是偏向于尖尖的，是不是？只不过男性和女性面部刻画，它唯一一个就是一个是曲线要柔一点，一个拐角要有锋利一点点啊，做出它的骨相感。所以说这是男女的区别。那么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人物面部给它定一个比例？大家来看。一步一步来看，从这个看到没有？上面部分我们去当成一个球体，因为真正平面的话，二维来说都是一个圆。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写实类的人物要画的话，或者画侧面的话，它就是整个一个球体的存在啊，整个一个球体。好吧，然后这是这个人物，那它的这个地方球体的顶端代表的是它的头顶。顶端代表的就是这个你要画人物的头顶。昨天咱不是教大家先去定线吗？我先在上端，我找铅笔没找到啊，今天。然后顶端做出一条线，在它的下巴去做一条线，这就先把人物的一个面部长度给刻画出来。头顶的位置不代表什么呢？不代表头发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人头发很蓬松很高啊，比较炸，那么他的头发的位置一定是在头顶之外的，大概你炸一点就可能高一点，平一点可能就短一点嘛，对不对？但是头顶的位置不代表头发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提前跟大家说到，如果以后大家画画一定切记把头顶的位置留出来，头发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给它厚出去啊，给它厚出去。好了，这是头顶和下巴，然后我们先把面部的一个基准型画上。基准型画好之后，然后我们你看这个一个圆一个三角，如果你像我脸比较长，我可能这个三角往下挪，脸比较短或者一些小朋友的这个脸就可以会往上去走，是不是？就通过这个三角上移下挪，改变一个人物面部的这个比例变换。我们画卡通人物、画动漫人物，相对来说会把它给美化一点，所以说它是有固定的一个比例啊，固定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来看这边。它有一个词叫做基准线啊，有一个词叫做基准线，然后咱这个头部叫做基准型，我们去走这个形状叫做基准型，画的这条比例这条线叫做基准线。基准线呢，我们就是用它来刻画人物比例结构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从头顶到下巴啊，如果以这个球为基准的话，1/2你可以先画上去，1/2可以先画上去。画好1/2之后，在这个1/2位置和你这个圆和这个球的底部中间的1/2处，比如说从这儿一半的一半，就是一半的一半，我们在这里画一条线。这条线一般来代表什么呢？这条线一般代表的就是眉毛的位置。大家可以先去画一下啊，你们去画一个圆，对吧？画一个圆，然后在这个圆呢，咱们去1分为2啊，1分为2。这个圆到这个底下的圆的一半部分，我们画一条横线。这条横线呢，代表的就是一个眉毛的位置啊。然后再把这个眉毛和到底下，我们去连接一条，画一条再1/2，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眼睛的位置。那你说眼睛到球体这么靠下还能画过来吗？实际上这个圆只代表是它的头顶，因为别忘了我们有个基准型是什么？
基准型是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个三角形？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一个三角形？所以说这个才是它下半部分的位置。但是不可能谁的头顶这么大，然后脸突然变瘦，像一个外星人一样。所以说我们才会按照这个基准型啊，沿着头部的轮廓慢慢注意看。注意看人物侧边怎么去画的，头顶以下画面部轮廓的时候，吓我一跳。精英也有，然后这个面部轮廓啊，我们就不能直接这么竖下来，咱人这是蛇精的脸，人物的脸呢，我们要先靠下到了它的下颌线之后，再开始往里去拐，能明白吗？也就是把它的这个下颌线给它走出来，你看慢慢的再加上，是不是就是这种图案？是不是就是图案？基准型在这里啊，基准型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大家千万不要错，以后走这些图形呢，先找好它基本形状，不管是侧面写侧面，哎，走出这个不要走斜线，然后把它的小腮帮给画出来，面部给它画出来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么眉毛的位置，还有眼睛的位置，我们定好了，在这个底端，就是球的底端。我们到下面，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有一个比例问题，有没有听说过三庭五眼？我尽量以简单化去讲啊。三庭五眼，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个标准的，也不代表所有的人三庭五眼一定好看，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标准。什么叫做三庭？三庭指的是哪三庭？我们既然画出了它眉毛的位置，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什么？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作为它发际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从发际线这三庭啊，也就是叫做从发际线到眉毛。这是一个位置，看下面这张图啊，同学们，发际线到眉毛的位置，这是第一庭，眉毛到它鼻底的位置，这是二，鼻底到下巴的位置，这是三，这三个比例是宽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一块等于这一块等于下面这一块，这就叫做三庭，啊。第一个是发际线到眉毛，第二个眉毛到鼻底。啊，就是鼻子的底部，然后第三部分是，哎呦，这个鼻错了，是鼻子的鼻。第三部分是鼻底到下巴。你像我可能太瘦，我可能就是那个额头正好的情况下，但是我的中下庭是可能会偏长，或者是我的下庭偏长，那么这个人的面部就会显得那个太长了，就有点长脸的那个意思。但如果说额头大，中庭和下庭比较短，就是分为上庭、中庭和下庭啊。中庭和下庭比较短，那么一般来说这种会更偏向于幼龄化。所以以后咱们画画的时候，要不然标准一点，上中下一致，要不然呢，我们画的这个中庭下庭稍微短一点点，但是千万不要把中庭和下庭画长。很多同学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这个中庭，就是把这一块给刻画的加长会把这个人给年龄加大，而且整个人物比例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仙里仙气的，好不好？小脸，什么叫做小脸？小脸是整个头部小，五官比例精致，然后比例合适，并且不会去刻意的拉长或者拉宽，好吧？这是这个啊。好了，三庭的位置，那还有一个是什么？三庭五眼，五眼指的就是我们在画人物的比例的时候，哎，眼睛的从内眼角不是到眼睫毛的后缘啊，从内眼角到外眼角的这个宽度和中间这个位置的宽度到边缘的这个宽度是一致的。但是说实话，这个再一致，有的人看起来一致好，有的人看起来一致又很别扭，因为要结合整个脸型去看。比如我们画眼睛的时候，可以去参考，哎，我这个眼睛的内部啊。内眼角的位置到这儿，因为打印出来之后图片会虚化，所以说你们看的可能是这儿，实际上这个眼睛的内眼角是在这里的，啊。我们画上去内眼角、外眼角，然后这样你看，1、2到外侧，是不是？这就1、2、3、4、5分就出来了啊。所以说三庭五眼就这么来，大家去刻画好什么呢？来，大家把这个。走出来，画出这个。其实之前课程我给大家都很详细的去每一笔拿着尺子给大家做了这个比例的分析讲解。然后所以说今天我会多去给大家讲一些手部、眼睛、鼻子、嘴巴每个部位的一些细节画法，还有头部各个角度的画法啊。这样呢，你们再结合之前这一块去看，好不好？要不然再讲重复的话，咱学不到新的知识。所以这个到目前来说，同学们都懂了吧？它的三庭五眼比例的问题，去把人物的头部画出来啊。然后我们来看，我还有另外一张图片，也就是说眼睛头
那眉毛，你看是不是整个球1/2往下？以后你们记得画好一个球体之后，哎，整个它眼睛眉毛它就在这个球的1/2往下的部分，眼睛可以画大，可以画小。动漫人物的眼睛一般都是夸大画的啊，写实人物的时候画素描，我们才去讲究那3庭5眼。所以说在这里面没有出3庭5眼之说，因为你要3庭5眼，他的脸得多么宽，得到这儿，是不是？所以说不需要讲究太多。然后鼻子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球的底部，嘴巴1/2处，下巴的位置。好了，我们去把这个图片大家截一下图，自己做一下记录啊，做一下记录。好了，你来了 CK。我一会儿给你去讲手部啊，讲手部，因为同学们有的说这个手部画不好，因为每一个图形我们都把它当成几何体去画的时候，你们就能理解的多了。这个图片咱们往下翻，好吧？咱们往下翻。好了，来，我们去看啊，我们去看整个人物头部的这个角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不同的角度它能刻画出不同的人物这个面部特征，不同人物面部的特征。来看。如果我们正视图去看，看到的是一个平面，对不对？正着图去看，看到的是一个平面图，是这种平面图。哎，那我如果说咱从各个角度去看的话，仰起头来毕竟是一个圆，咱就说拿这个胶，我们这样看它只是一个圆，但凡倾斜一点点，加上它的透视关系，是不是侧面的这个形状就出来了？那我再往上这样扬一下，我们看到的是这儿，但如果稍微往上扬，底下又能看出来，我们头部是一个意思啊。当头整个一个圆和一个这个三角体三角去往上扬起来的时候，底下的阴影部分代表的就是它折过去的部分，除了头，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学彩绘的时候也学过这个点线面一些透视关系，对不对？那么把这个头本来是一个圆，但是当它开始往这边倾斜的时候，你看一个圆，就看这个一个圆形，如果往这边倾斜，它还是一个圆吗？是不是一个圆？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椭圆形？所以说人物在画的时候就不能再去按照原来的那个比例，一定是怎么样？它的头部发生了透视关系，开始变得有点往上去，变成一个椭圆形，再加上嘴巴，再加上其他，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这个下颌线啊，整个下颌线是能看得出来的，所以说才会给它刻画出来，再加上它的底部。如果你想想，你们在画人物面部往上去走的时候，还去画一个圆，还去走一个这种三角形，你觉得它的头能扬起来吗？对不对？所以说各个角度的这个人物，我给大家放到这儿，大家去看一下，截个图啊。截个图，背部、后部都是一样。来看，往上扬的话，下巴露出来；然后往左边看的话，右边的这个拐角处，你们自己去照照镜子，大家照照镜子去看啊。当你往左边斜着的时候，你的这个侧线啊，它整个这个里面的阴影往下去折过去，你眯着眼睛看镜子，眯着眼睛看自己，你发现你的面部哪里变暗，那么哪个地方就是你的一个阴影部分。如果鼻子比较挺，可能你侧过脸来，鼻子挡住的另外一面那个山丘那个位置啊，鼻丘下面侧面那个地方，以及内眼角眼窝的部分，眉毛到这个鼻骨拐折处啊，眼窝那地方都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阴影部分。然后到这边再测一下，每个角度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侧面可能只看到一点点。如果咱们在画测试图的时候，完了你整个耳朵到这儿，然后脸直接连到后面去，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一个球体，我们连过来之后，看看球体给它连过来之后，对不对？一个球是怎么球的？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微微上扬的啊，实际上不能这么圆的，好吧？所以每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另外，这里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个我们最常用的点啊，你看就说喷了。最常用的点是什么呢？我们在画这个基准型画好之后，我是不是教过大家去画基准线？昨天前天是不是教过大家画基准线？你看各种的形状，基准线头顶的位置到底下的位置，中心点啊，竖线比例的位置，对不对？都画过。然后，那么我们在人物本来正视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线？横竖线。对不对？垂直的横竖线，但是如果人物开始去各个角度的去转头，那么它的基准线同样也会发生偏差。想想啊，怎么搞一个球呢？来看，比如说，咱有没有一个球的东西？有没有一个球的东西？哎，咱有没有球？珍珠，哎，帮我拿一个大珍珠。这个拍照区就有大珍珠。
一个一个就行。好，来，假如说这是咱们的头顶部分啊，还没有画到下巴。如果说这里面不是有眉毛和眼睛吗？我试试能不能画上啊。来看，本来如果正视图，假如说这是他眼睛的位置，假设说是眼睛的位置，那么在画的时候，我们眼睛正视图去画这个人，是不是一条横线？眼睛也是对称，左右对称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稍微一侧，同样啊，你看我画上他的一个比例。然后中间点，对不对？这样去看就能看出来了。那当这个人物往右边歪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右边的眼睛是不是大的？左边眼睛是不是被挡住了一部分？能不能懂？所以说画侧面的时候，只要是画侧面，大家看这个图，是不是这边的离着我们的眼睛要大，离着我们远处的这个眼睛要小？这就是一个透视关系啊！同学们一定不要说画完大的右边你画个眼睛又画这么大，那么这个人物肯定是一个错误。你在画的时候，你透视关系都没掌握好，对不对？然后那画侧面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能看到眼睛的侧面部分？眼睛的侧面部分，我们不可能画侧面眼睛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这么大，对不对？因为本身是哪个形状，每一部分。我们你看正面看是圆的，侧过来越侧侧过去，是不是只能看到一个扁扁的形状？所以说人物在画侧边眼睛的时候，我们多是以这种偏向于三角呀或者椭圆一点点的图形去走啊。然后另外除了侧面去走，你看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人物在倾斜，一条横线，两个眼睛可能没有这我画的大小差不多啊，两个眼睛来，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然后我往上去扬一下，先看中间这条线本来是直的，当我往上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弧线变成了什么？是变成了一条弧线。这一条直线变成了一条弧线，所以说人物它是一个球体，所以说我们整个线条有时候找比例的时候不能全部拉直线去找，当头开始发生偏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找好从头顶到下巴的一条线，你看一条弧线下来，你看是不是就看起来舒服多？但眼睛也是一样，你不能说一条直线过去，它肯定也是一条弧线去走，这样能看出来吧？能不能看出来，同学们？今天人比较少啊，人比较少，能不能懂？就是你们在人物这个今天就是在只要去教大家人物比例的一些刻画啊，然后上手实操的话，咱明天会实操，好不好？懂会扣一个小一，我就过了吧这个问题，好吗？你看，包括这个头顶的位置就是最中间头顶的那个地方，然后往下去走，顺着一个球，你们想想一个球水是怎么淌的？对不对？水是怎么淌的下去？然后眼睛开始往这边去走的话，这样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大家记住一个小要点，怎么小要点呢？近大远小，透视要点。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个角度的问题，把这些注意到，我们再去刻画的时候就要好很多了啊。一个小珍珠能帮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多少？如果听不懂的同学，到时候再单独去找我。另外，大家把这个图片截一下图，然后往上一点点。截一下图啊，把这个图片截好，好吧？然后回去慢慢去看画人物的时候，根据图片人物不同的它的这个面部朝向，然后我们去做调整。这个呢是一个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头发的问题，因为这个头发画不好，最难画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卡通里面最难画的一个是眼睛，一个是手，一个是眼睛，一个是手。所以头发这些还好，但是头发我需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整个来看人物在头顶定好位置之后，我们要找到头发它发心，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当地叫做啥，咱那个叫做啥头旋是吧？头旋就是头顶有一个小窝窝，所有的头发都从那个地方往外去生长。那么那个位置我们就定做它的中间的那个点。然后如果说我们的发型想要倾斜的，我们好了就按照这个点去往周围去扩散。因为头是一个球体，一个头发趴在咱们的圆上面，它是一个弧线的，千万不要大家画头发的时候画成直线，所以说你们看起来就别扭。就算是直的头发，在头的这个球形的辅助下，一根头发过来，它也得顺着这个弧度先走一走，然后没有弧度的时候它才会拉直。对不对？有弧度的时候，一定顺着头的这个形状去拐弯上。看一下这边，对不对？如果是一个中分的发型，那么中分线我们给它走出来，然后后面也有，那么从中间往两边分。你看这个箭头没有？我们不可能是直着就这么下来，一定是顺着这个球往下走，顺着球往下走。你看三根头发，对不对？看到就舒服多了吧？
看到就舒服多了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细节刻画头发，也就是说我们先要了解每根头发它是柔软的，它不是一个钢板，所以说它会贴在头皮上，贴在头皮上。所以说画的时候，除了头发要离你的头顶我们刚刚的那个圆有那么一点点厚度以外，头发的厚度以外，一定也要注意顺着这个球去走弧度，也就是说头发的弧度。我都很白话了啊，因为大家都只要从开始学去学素描那词儿可多了，让我现在我都快忘干净。所以说这些我都白话一点，让大家能简单理解，好不好？没截到图，再截一下。好了啊，这个大家看回放的时候之后都会有的，好吧？都会有的，是这个，是这个。好了，这是这个头发的位置。然后另外弧度找好了，我们不管画任何发型，就算画刘海，它也是一样的。在这上面我给大家勾画一下刘海，然后正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头发一定记得是成片存在，成片存在，成片去画的，千万别说这样。这么着去画啊，比如说刘海，举个例子，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哎，分成几组，我这是一组，对吧？然后这是一组之后，这边一组可能要细细小小一点，然后这边再是一大组，分成几组去画，然后这几组了之后，我们再去每一组给它细节划分，再去细节划分，就是千万不要直接。这是咱小时候的画法，好不好？所以说发际线在画的时候，从中间开始，它也是顺着它的额头往下去走，但是不可能一条直线下来的，顺着头发去走。注意斜向，因为头是歪的，所以说前面不可能是直着走，它也一定是斜过去的。这是第一组啊，咱去找好第一组。哎，第一组刘海，然后旁边可以开始给它加上第二组，近大远小，往里靠近咱们的可能要稍微的，哎，大一点。对不对？一般来说，头发都是3到5组的组成啊，3到5组的组成。好了，两边给它留下去，两边留下去。所以说这个刘海这样过去会好，但如果太直的话肯定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每一片给它勾画出细节，然后再给它单独去区分，最后加上细节啊，最后加一些细节。加上细节就好了，好吧？这是头发的一个简单画法，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画的一些。哎呀，我去给大家对弄做这个素材真的是，看看啊，头顶看这个地方，这个会清楚一点，看出来没有？整个头部其实它的位置是在这里，但是头发的厚度它已经到了这里。看到没有？然后从这个位置往下去画刘海的时候，从哪里走？就从它发际线的位置。如果你从这里去直接往下画，那说明它的发际线就会上移，这个人整个人显得就会秃，有点背了，是不是？背了爷那个背了。但如果说太靠下的话，发际线就会窄，显得整个人就有点就是反正什么不太好看。所以说注意你们在给它走刘海的时候，注意发际线的一个高度啊，最高的这个点控到哪里，不要去乱画。然后你看头发分成几组，第一组在这儿，对吧？然后第二组往这边去拐到这边去，第三组往这边来，分成3到5组即可啊，3到5组即可，不要去分的太过，好吧？不要分的太过，这是刘海发际线的一个角度，注意头发的厚度，一定记得厚度。这些你们以后画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帮助比较大的。我也跟这个陆老师跟咱们学员改了很多，这都是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所以说提前给大家讲到，好吗？好了啊，整个头部咱这就过了，好不好？整个头部就过了，这个大家也可以截一下图啊，截一下图，就是不同的刘海它在人物面部上的一个变化，以及它角度的画法，然后大家看一下截图。我要现画的话，咱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好不好？快截一下图啊，截一下图，然后放到手机里面去，或者说慢慢抽时间，今天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的图片放到你们的笔记本上。什么叫笔记本？就是手写。照着画，用笔照着画总会吧？你说你用笔画不好，比例掌握不好的时候，在指甲上又能怎么能画好呢？是不是？它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的啊，所以说把这画出来。另外，你看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的这种发型，我们以后画写实人物的时候会用的非常多，就是整个刘海，比如说现在啊那种大波浪，我从右边往左边这么一扒拉，整个头发是不是好像翻过去那种感觉，看起来很。那个特有范儿，所以说当头发翻起来的时候，记住不要直接就这么过去，要画出头发的一个拐折点，稍微往上再下去，中间啊给它甜蜜一点，上面过来，然后一定要找好它头发的一个拐折点，好不好？大家截一下图啊，这个我就不再说了，看到没有？就算是这个直头发。它也需要有往这儿去走的那个趋势，上面肯定也是要有的啊，上面肯定也是要有头发的厚度的，它不是直到这儿，
好吧，不仅仅是到这儿，整个头发厚度，你看我加上一笔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好了啊，把这儿放过去。来，我们根据五官开始一点点去细化。眼睛呢，之前给大家讲过，所以说先把没有讲过的东西给大家去精进一下，就是咱们一个鼻子。鼻子我们一般在动漫里面多数是以什么一个这个去表示，一个这个去表示，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尖一点，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点一个小点，甚至有的时候鼻子会不画吗？一般来说顶多就是点个点，不会不画啊，不会不画。但是鼻子在不同角度上能看到的，就是用简笔画来说，给大家导的都是简笔，我不会去做那种素描。但是我们以后画写实人物可能会用到一个什么，就是人物的阴影，鼻子的阴影，因为我们鼻子有厚度。如果说在鼻子画到这儿，然后旁边我们想要做出它鼻翼以下，就是这个位置的阴影部分，因为鼻子你看。把它去做成这种积水形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梯形，对不对？分成两部分，就是这是鼻子拐折的地方啊，鼻子拐折的地方过来，然后鼻尖。对不对？鼻尖，整个鼻子它就是一个这种形状，然后从正面去看和底下去看，每个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是鼻尖在这儿，然后下去鼻子啊，鼻孔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一种呢，它就是偏侧面一点点，偏右偏侧呀，或者说是不同的一个位置上去，大家去找最宽的这个地方，相当于它那个就是鼻翼的位置啊，鼻翼的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在画阴影的时候，我拿一个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啊。画过这个，对不对？小卡通人物，然后我就一条线表示，但是旁边有用一些这个灰色的透色胶去做了一下阴影，那么这个阴影整个鼻子是不是就立体感就出来了？就跟你单独只画一条线不一样。所以说画好线之后，我们去给它加一点阴影，或者说画好线之后啊，画好线之后，我们哪怕旁边加一点点，你看就在这儿，画好之后加上它的一个鼻翼的地方和鼻孔的这条线，那么整个鼻子的刻画也就有了。大家以后画，你看阴影在这儿啊，我刚才没有看到鼻那个眉骨出来，鼻底，然后过来到这儿，然后鼻孔这里的位置可以稍微加点阴影，然后鼻子就出来了啊。侧面和正面是不一样的，侧面画起来大家一定切记，人物刻画不要忘了。咱回到这个地方啊，画侧面的时候，人头顶不是一个球体吗？对不对？那个脸是不是我们开始这边？头顶是顺着一个圆下来，开始往内侧去拐，拐到这儿之后，开始有鼻子的位置，鼻子的位置过去，然后开始在嘴巴不要画凸出来啊，嘴巴是往里去凹的一个三角，然后慢慢去走出它的下巴的位置，下巴走好之后，开始往这边去找，耳朵在这儿，然后脖子，对吧？这样去找的，所以说我要教大家说鼻子问题一定记得是顺着一个弧度下来过去。女生的这个鼻子侧面弧度相对来说会柔和一点，就是它的眉峰没有那么的突出啊，没有那么的突出。然后但是那个男性的一般来说会这样，他的额头啊，这是额头会偏直，然后会有眉骨的突出部分。然后再下去，看到没有？就是他的这个人物轮廓线是不一样的啊！大家看一下真实的人物，包括鼻子，男生的鼻子要比较挺。我们要画的那种偶像剧一点来说，男生的鼻子比较挺。就是同样这两条线，我就放到这儿，你们是不是就能看出来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对不对？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这就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些小注意点啊，小注意点。一般男性、女性一定要柔，线条一定要拐折要少，要顺畅一点。男性呢，刻画这种突出的骨节要明显一点。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好多那个男生，咱没有任何意思啊，很多男生就说现在越来越女性化，因为化妆呀等等的，越来越就是没有那么阳刚之气啊，这种就是刚起来的感觉，就是好了啊，先放到旁边。这鼻子各个角度大家也截一下图，就是把它进行组合。比如我真是不知道鼻子怎么画的时候，你们也不用去找素材，打开这个去看就好。其实最常用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然后鼻子要画的挺一点，它不是说越尖越挺。你们如果有看过柯南的话，像柯南那种鼻子，它是直接就这么尖出去的，但是不同的人物刻画方法吧。你们多去找一找，但是如果说鼻子但凡这个位置凹陷的厉害，鼻尖往上翘，那就说明这个多数是小朋友或者可爱一点的那种为主，啊。要偏男性一点点，鼻梁的长度，你拐的越早，那么鼻子就越挺，拐的越晚，你看这个时候才开始拐，这个鼻子这种感觉就是趴下的，就没有鼻梁的那种感觉，就在这儿了，好吧？好了啊，这是鼻子的一个角度问题，我们接下来去看嘴巴，有人说嘴巴它也是
在画的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画呢？大家来看哈，画嘴巴的时候，我们把嘴巴想象成一个长方形，然后把它三等分，也就是说，咱们画嘴巴的时候，如果说上下嘴唇以后。上下嘴唇一样厚，那么中间这条线是平分的。如果说感觉上嘴唇比较薄的，那么我们这条线可以往上挪。但是画嘴巴怎么去画？很多同学上来就直接去勾出它的一个唇峰，对不对？这样去画，所以画出来特别的假。怎么画呢？一般来说，嘴巴的两端我们会给它加长一点点，中间这个我们不会用一条这种线去表示。咱会怎么做呢？比如说嘴巴它也是有一个突出感觉的。我们为什么有个名字叫做唇珠？珠是啥呀？珠子是球，所以说嘴巴上它也是有一些球存在的。所以我们在画这条中间这个线的时候，比如说定好一个点，在什么都没有的面上要画嘴巴，定好它微笑，就是嘴巴笑起来的两端那个凹槽点。为什么画重？就当做它有阴影部分。画过来之后不会直接往下去拐啊，咱们会这样，这是一种。对吧？给它把这个位置的凹点给它画出来，也可以怎么样呢？甚至有同学说我反着画行不行？反着画也可以，但反着画吧，这个人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大开心的那种感觉。来看一下啊，过来，你看，过来，对不对？这样，你哪怕去拐折一下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啊。你看嘴巴它都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找出它的一个厚度来，然后找好之后过去啊，再过来。你看，然后嘴巴下面的厚度，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嘴巴接着就出来了？就用两条线表示啊。你看，一条在这儿，然后下巴这个下嘴唇线。就是这个也代表的是阴影，那上面可以不用画。那你如果想要画的话，那就也是只是把它的唇峰部分，你看就这儿，是不是给它刻画出来？你看是不是很立体的这个嘴巴就出来了？这就是咱们画画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啊！几条线就能把人物一个立体感给它表现出来，是不是比你直接去画一个这个就看起来要舒服得多？这个一看就是平面，这个一看就是要立体一点。所以嘴巴里面啊，不同的这个位置，我们去找好它一些画法，然后画的时候，另外大家注意嘴角的地方，除非你去画卡通人物填色，想要写实一点点的话，嘴巴尽量不要把所有的边缘给它刻画的特别清晰。你会发现，如果你刻画的很清晰的情况下啊，这个嘴巴看起来就很别扭，对不对？你稍微留着一点点空隙，尤其是拐角两侧，除了这个点加深以外，然后加深的里面这个地方我们留一点点白，上嘴唇可以清晰，下嘴唇两边可以适当的去不画。你看看这些图片的特点没有？看到没有？你就算是两边连过去，连成一个小角角，这是一个张开嘴巴的啊，那你也得注意，下面我们是不去画的。好不好？这是嘴巴啊，在侧面的时候，大家注意，如果说咱们画嘴巴，很多同学这么去画，这是个啥嘴巴？嘟嘟嘴吗？嘟嘟嘴也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咱画侧面嘴巴的时候，它一定，它开始嘴唇有一定的厚度啊，这是鼻子过来之后啊，这是人中，然后嘴巴不要特别的凸，我们自己可以拍自己的照片，你侧过来拍一个，你看看你嘴巴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对不对？然后是不是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往里去走这个嘴唇线。走咱们的这个嘴唇线，走好下面，它一般是在上面的包住的地方有一个斜着过来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再连接嘴唇、下巴去肉，去往下拐啊，所以嘴巴千万不要给它画成这种，就是顺着，它有一定的厚度，对不对？每个人这个嘴巴厚度不一样，我可以找出它的厚度，然后嘴巴往里，然后旁边，对不对？下嘴唇的厚度做出来，上嘴唇的厚度做出来。这就是侧面嘴巴啊，侧面的嘴巴。所以说大家画的时候多多去找这些问题点，好不好？多多找问题点。这是我们的嘴巴，大家抓紧截图，截图之后我就去过了。明天才会实操啊！今天你这些理论点掌握不明白，说的再明天讲的再仔细也讲不明白，好不好？来，接下来再看我们看耳朵，耳朵的部分从侧面一般会画的比较全，耳朵的这个长度大家记住，就是从你眉毛的顶端到你鼻子这么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标准画的长度，就是从眉毛的位置到你鼻底，就是鼻子鼻翼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长度。这个画耳朵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去画成一个这种，其实耳朵真的可以随便画，因为千人千态嘛，对不对？每个人形态不一样，但真正来说，耳朵是它呈一个问号的形状的，画出它的耳垂部分。
你要只是画一个 C 也行，但是最好是画过去。你看我要往里去拐这么一点点，是不是看起来就会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内侧啊，内侧基本上你们就是随便去勾画一下它耳朵呀、那个里面的一些这个凹槽点、轮廓线条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是耳朵啊，耳朵在后面和前面画，从后面看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小饺子一样。看到没有，小饺子一样，但一般来说从后面画，咱都会拿头发盖住，这个画的会少。然后我们也会有参考实物图，照着实物图去画，你们去找它的一个角度就好了。看看这个头眉毛过来啊，下鼻底的位置，你看这个鼻子就点了一个点，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人物动漫人物刻画，眼睛和手是最难画的，你们其他的地方就是能画个大概就可以，好不好？这是耳朵啊，这是耳朵。好了，一个最难的两个部分来了，一个是眼睛，一个是手，一个是一个眼睛，一个是手。眼睛我们先了解整个眼睛的一个轮廓，眼睛的结构是怎么样的。眉毛下方，我们有时候画眼睛，很多同学画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状态。然后你就填色，就在这上面去连接睫毛，就开始画睫毛，对不对？你就在这上面去画了一个眼线啊，这是你们的画法。这是为什么画出来是这样？虽然咱们亚洲人大多以单眼皮、细长眼为主，但是眼睛再细再细、再小再小，它也是有厚度的啊，也是有厚度的。所以说大家来看，我们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注意，我们可以先去定出眼睛的基本轮廓，比如说我们定一个菱形或者说平行四边形，那么我们在画这个眼睛的时候，上面这个位置就是眼睛的厚度宽度了，上下眼睛的厚度，然后我们给它把这个给它做一个连接过去啊。下面这个中间点呢，一般来说内眼角要比外眼角的位置要低，大家记一下啊，内眼角要比外眼角位置要低，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内外眼角画在一条线上，把内眼角往下来一点点，外眼角往上来那么一丢丢，好吧？然后我们去给这个图片形状给它做一个描，然后注意啊，这个待会儿给大家去讲啊，画过来，对不对？然后往内侧去走一下，过来。看看眼睛，然后另外我们定好眼睛的轮廓之后，要走出它一个眼睑的位置，眼睑完了之后才是一个双眼皮的位置，什么意思？大家看这个图，这是我们眼睛内侧的这个线，你可以先画这条线，画好这条线之后，我们要画出它眼睛的厚度，也就是说眼睑板有一个上眼睑啊，眼睑板，睫毛长在哪里？同学们有做美睫的？有讲过啊，睫毛长在哪里？是不是长在它不是直接长在眼皮上，或者说长在从那个这条线就是往外长？那是不是眼睫毛有好几层？所以说咱就算留也得给睫毛留一个位置，是不是？所以说画眼睛的时候，哎，你看内侧外眼角是不是内眼角比外眼角要位置要低？然后连接好这条线之后啊，连接好这条线之后，咱们给它画好一个厚度，你可以在里面去画出它内眼睑板的一个位置，眼睑板的一个厚度。画好这个之后，再去往外延伸双眼皮的位置。双眼皮呢，可能是大的，可能小的，可能往下搭的，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形态，根据你人的年龄去走啊。好了，双眼皮咱们给它画好，一定从那边往外走。画好之后才是下面咱画什么？画卧蚕呀，是不是？整个眼睛的厚度就在这儿。所以说大家以后画不要单纯的只知道我画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眼睛，画出来指定不好看，指定不好看，好吧？另外再去看上睫毛啊，上睫毛是长在眼睛板上，下眼睫毛厚度面要朝上，一定包括下面咱这个位置也是要给它留出来的，里面也要留的。明天咱们就给大家细细去画啊，细细画，然后先在纸上画，然后上眼睛专门去画一个眼睛试试，好不好？另外大家看这儿。内眼角的部分，我们如果说亚洲人，包括像我可能是偏蒙古眼一点，就是包眼睛，看不到我的这个泪腺在哪里。但是有的同学眼睛比较细细长长的，是能露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做去整容区就要去开眼角，就是为了拉长眼型，会把这个地方给打开。所以说我们既然打开了，咱就给它露出来，好不好？打开了就给它露出来啊。所以这个位置也不要直接一个尖就过来，一定给它走一个这种小弧度，小的这种圆弧角，小的圆弧角，然后再往下去画，好吧？另外眼球的这个整个球体的感觉我们也要加进去，这个就不多说了，到时候照着图片不要深层去讲，深层讲多了大家可能理解不了。所以说眼睛的一个位置啊，先去了解它的结构，了解好了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画眼睛的时候去找多以女性眼睛形状为主，卡通系列你们会发现内眼角几乎是不画的，因为只要画上去，整个人就会变得犀利很多。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把
把它的内眼角画上去。是不是就有点比较精明能干啊？就是有点就没有像这个这么可爱的感觉。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画的时候，注意内眼角和外眼角是不是需要画，多数以夸大外眼角的厚度，就是上眼睑板的厚度，因为把这个位置加厚，相当于去画了那个浓妆一样。眼睛呢，多以这种扇形的眼睛为主，扇形眼睛为主啊，也就是说眼睛它不再是一个圆，而是接近一个椭圆，椭圆吧，然后后面还是一个扇形，到底下下眼睛低一点，内眼角不画，然后慢慢延伸过来，是不是很简单？我这么一说就懂了吧？这么一说就懂了吧？上面来看，先去盯好眼睛上面的一个高度，盯好下面的一个眼睛的高度，你想画多高，盯好一个点，然后开始开始可以在中间，我们先去在这后面去定一条弧线，画一条弧线，画好弧线之后，下面也是一样，然后中间的位置，咱就给它勾画出眼睛的轮廓点，然后画好之后，只需要把眼尾位置加厚，可能上面外面加，可能下面加加厚，然后去画出一些它的睫毛。画出一些它的睫毛，睫毛也是成组成簇存在的，下面也是画上睫毛，是不是就出来了？女性的这种卡通类型的眼睛，多以这种形状扇形眼为主，看看扇形眼为主不管眼睛是怎么样的。是不是都是这么去画？只需要把上面线条画出来，后面画出来，底下画出来，中间是圆的、椭圆的，再加上一个深浅对比就可以了。内眼角多数不画但是男性的眼睛要帅一点的话，会以这种细细长长的眼睛为准。然后这个男生要这个内外眼角都不画，因为着重在于刻画它的扁度扁度，好吧？男性眼睛多以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眼睛为准可爱的就在这儿，大家也是去截图，这种眼睛出现的要少，像那种小朋友会以这样的，然后像稍微少女一点的就会以这种眼睛为主了这些图片我待会儿不行都发给大家。然后我其实弄了很多的这些图片，就想让大家看明白，就是每个角度以及眼睛的刻画，除了咱们刚刚讲过，不同的角度它的这个眼睛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这个这个眼睛，只看这个眼睛，一看是不是就好像它在往那边去歪着头，这个眼睛朝向我们看，所以这个眼睛留的要大一点，这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眼睛内眼角不画。外眼角描出它的一个这个形状来，然后走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内眼角要比外眼角的位置要低，然后远处眼睛可能这边被鼻梁挡住了一部分眼睛，所以只画了一部分，所以这边画的会小，然后但是注意整个眼型的刻画，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这些都是简单的线稿图，线稿大家就把这些所有的眼睛，你们在指甲上挨个去画，用什么甲型就用长椭圆形甲型，或者拿梯形拿什么都行，别太短，拿一个短的眼睛也可以你们就按照线稿把这些都画上去，待会儿咱们就画一个，好不好？我带大家画一个，大家怎么去看？我把这个先拿到一边，然后这个睁开和半睁开和微微睁开眼睛，不要忘了，它也是一个球，也是一个球体哎呀。也是一个球体，所以说在睁开的时候是这样，半睁开眼睛看到一半，闭上的时候可能就全看不见了。所以说眼皮顺着这个球体去走出来，它也会有一点点弧度的变化。不要只记得去画直线，一定记得它有一个，既然是球，那么它就有一个上面下去有弧度的变化再往上去走，去找一找这些角度，好不好？找一找这些角度。为什么这些线都是一个弧线，人家不是直线？因为眼睛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弧度的你看下面是不是把这个球体眼睛的球体在这儿，它就顺着这个球体去闭眼睛在这里，好吧？睁开和半睁开的状态，给大家再去看一下，截图往下找。就是我给大家找了好多就生怕大家就是你们多去背一下这个素材，点一下屏幕空白处把字幕剪掉，然后截图，然后看看这些图案哪些能帮到大家，能在指甲上能画多少画多少。睫毛看看睫毛是不是成组存在，睫毛也不是，额外说一下睫毛不是一根一根出现的，是这样。没有一组有2根到3根，我组成一组睫毛，所以说结尾一定要收起来，但是结尾不能收这么宽。然后现在其实会做睫毛的都懂，上下睫毛都一致，也就是说根部要稍微宽一点，你看。给它收过去就可以了，这个睫毛画出来才真一点。所以说我们待会儿用笔画的时候，开始重压笔画粗，这个颜色画粗一点，画粗慢慢的抬笔，就跟咱们画彩绘一样，慢慢收起来慢慢收起来，就由粗到细的去画睫毛，好不好？就这个
行了，还有好多这个就偏人物。这个呢，我在主页上，我就是咱们各个平台主页，我有画过这个眼睛，我有画过这个眼睛的画法。待会儿我把那个图片、视频找出来，再放到这个评论区，放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朋友圈里面去。你们到时候点我朋友圈去看看这个作品，大家也试一下能不能画出来啊？就是简单的线稿，我给大家今天找的都是线稿图，先把线稿图画明白了，我们再去上色。线稿图都画不好，何谈说去上色上的有多好呢？对不对？何谈上色上的有多好？所以说把这些图片都去记一下啊，都记一下，大家就是没事截图了啊。有用的截图，没有用的我就不给大家去截了。你看看，大多数的眼睛是不是内眼角都不画的？内眼角都不画的，找好它的一个这些特点都在这儿，对不对？所以说眼睛大家待会儿咱们去实操一下，先把所有的理论过完，要不然我怕时间不够啊。来，同学们，接下来我要讲手了。画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从深部去了解它的一个构造。眼睛有眼睛的构造，手有手的构造，头有它的头骨骼构造。我这其实有骷髅头的啊，是那种模型，然后是想让大家去看一下，但是说实话用不上，讲的越多反而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这个学习方法，所以我就先来学习这个手部吧，同学们 ，ZK 看好了啊 ，ZK。手部的画法，说实话，我们了解一下整个关节。我们手部有的人他手指是长的，有的人手指是短的。为什么有这个区分？是因为它这个骨头的长短是不一样的。我们手部的结构一般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指骨，就是手指的关节。你看1、2、3，对不对？所以说多数都是1、2、3部分构成。然后最底下这一段是最长的，越往上是越短的。记住有拐折。你看你要画这条线的话，画到这儿你会突出一点来，再继续画，再突出一点来，再画过去。然后下面的长，中间的短，然后最前面的是最短的指骨啊，这个叫做指骨，手指的指骨1、2、3部分。然后指骨它每一根手指长短是不一样的，中指最长，无名指和食指会接近，小拇指是最短的。所以说我们在画人物的时候，比如说拿一个东西这样去画，我们千万不能把这边画的一样长，一定记得有高有低，有长有短，再加上透视关系可能会挡住一部分。所以说画手，我们包括就是原来画画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怎么办呢？拍个手，自己拍个照片照着画，自己拍个照片照着画。画脸画不好拍自己的脸，手画不好拍自己的手。就是你想画画的时候，我打开我的手，哎，我张开的手是什么状态？看看它的轮廓线在哪里，对不对？轮廓线在哪里去找出来。但如果说是画手反面就这么去画，你总不能咱画手画出来还画小朋友的这个吧，对不对？而甚至直接这样了。为什么说有同学画出手只有手指呢？除了你们只是把指骨的部分画出来，不要忘了还有掌骨。大家一摸可以摸到啊，中间的这些骨头，然后指骨到这儿有一个球连接，有一个球体的连接，到下面是我们的掌骨。所以说我们的手可以去这样捏拳，就是因为有这个关节在，它是分成几部分存在的啊，指骨、掌骨，还有一个叫做腕骨，就是我们的手腕部分。所以我们画手一般只掌握这3部分即可，手腕，哎，骨头在这儿。所以说我们画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啊，我也是拿这个来说，然后画手的时候拇指最短，找过去，中指1、2、3，对不对？找关节，画过去，拐折，然后中间长一点，稍微短一点，然后再短一点点，中指画好，我这边就先简单去画一下，画好它的手部，是不是？你看一下，张开的话，整个侧边手它是往里边去抖的。我们把这个手当成一个什么形呢？当成一个扇形，把手掌当成一个扇形去画。你看我画个扇形，是不是看起来这就舒服多？然后手指再加上它的一个高度，高过来。走好扇形，画出它的肉感，然后到手腕的部分，这样它的长度才是合适的。千万不要画着，然后直接就这么去画了，肯定是别扭的，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切记画手，为什么要给大家去讲这些骨相？我不讲的太深了啊，因为讲好骨相，你们就知道在画手的时候，如果这个我去给它添上肉，啊，有指甲盖，咱做美甲，给它待会儿做美甲啊。然后第一关节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有点凸起，到这儿再连下去，到这儿再有点凸起。再连下去，还到这个地方开始往这边去拐弯，这就是整个手部的结构。但是，一般男性手关节会明朗一点，女性想要这个手细长，就不会把这个关节画的特别宽。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线条给画流畅，可能只有一个关节给它其余的抹掉。但是真正来画这个手指关节的时候，可能会画到几个啊，这样能看出手指它的一个内侧包裹出什么样子来了吧？看看你们的手是不是都有一些凹洞点，
对不对？就在这儿啊，这是我们手掌一个结构图，是分为指骨、掌骨还有腕骨的部分，好吧？你看，我给你们搜了多少？我已经删了好多图了啊，已经删了好多图，就想着哪些能对大家有用。来看看这些图片，你们前期画不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没有去练习，没有画，不知道该怎么画。所以说，我把这些图片教导大家，在画这种手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个部分都当成什么呢？你们看，随便拿一个部分。看看这是什么？这个里面是虚着的啊，里面是虚化的。是不是每一个关节它都相当于一个长方体一样，手呢，我跟大家说过了，你们把它当成一个梯形去画，当一个小扇形也行，当成一个梯形也行，然后往里去折，那么这个扇形就会变窄，所以说后面在一定的情况下，前缘要画窄一点点。然后那个一开始有一个头发的那个图片，找来。看看这个手，看到没有？这是啥呀？对不对？千万不要画成这种，画成这种的，一定要有一个斜度拐折，手部的拐折啊。然后另外，越往小拇指是越短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掌握好透视关系。你看它手部轮廓一般都是以直线或者弧线为准，但是真正画手的话，你看它的曲折有多少？我们画动漫人物都会把这些线条给它流畅化，不会做的就是关节那么清晰明了。但是大家可以多角度去找出，手的那个这个角度怎么去画啊？是不是？找出它的这些来，你看是不是我这么一描就开始偏漫画手，而且漫画手要美化的话，手指都会拉长，本来这么长，结果拉到这么长，手掌是一样，它拉到那么长，所以大家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手画大，手指也不要画的太长，一般手指跟你手掌的一个宽度是接近的，正常来说手指的宽度跟你手掌的宽度是接近的。你们在学人体学嘛，反正这些我得教会你们，要学指甲，要画这个写实人物的话，咱这些是必备，为啥人家会画的就比咱好，是不是？就在这儿啊。好吧，这是这个手掌，然后那个大家多去看一下啊，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个图片，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手掌不会画，可以去参考这个一个形状。你看我之前我就给大家讲，任何都是有一个基准形，圆。方、梯、长方形，对不对？都在这儿。手部也是一样，把手指你们分开，中指是最长，然后其他两个稍微短一点，小拇指最短。另外再就是手掌，把它当成一个梯形去画，不同的角度都是各个角度的梯形，各个角度的梯，再加上一个手指的拐折，然后画拐折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小山一样，然后把线条连下去，找好它的一个透视角度。基本上问题不大。然后这个位置余迹的部分啊，我们单独去画，当成一个三角形给它画出来，再加上手的厚度，能看出来了吧？能学人体，再学人体，想想，多学点吧，多学习一点。好了，大家看一下，每一个角度不一样啊。大家最后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个甲片，大家去涂上白色甲油胶，打底，拿出一个黑色的彩绘胶来，我们上甲片去刻画一个人物的眼睛，试一下，好不好？教大家去画一下啊。好了，来看啊，把咱们的这个甲片可以横过来画，你们喜欢哪个眼睛可以去画哪个眼睛。然后画的时候先干啥呢？记住吗？先去定位，大家可以先细细的去定一个点，就是定点的时候一定记得不要影响到你待会儿涂色，因为我们要画线稿，所以说我们先去比如说画哪个呢？哪个帅一点？你们感觉哪个人这个眼睛画完会比较帅，你就可以画哪个啊？咱们这中间 C 位吧，好不好？刚画了一个手指，真的好丑，画了一个手指头，真的好丑。待会儿发群里或者单独发给我看看问题在哪，好不好？画这个啊，我们可以先去画出它的眉毛，这个就看大家了啊，看你们的习惯。你看我中间这个空洞，我就直接填色了，你们可以去用线条表示，也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填色。然后这边注意它的一个角度，还是去找。你看我如果眉毛这条线这么竖着下来，这边这个是跟它成多少度的角度，所以说你们这么去画的话，一般是错不了。另外，你看过去，然后画出它的锋利感，它的拐折，它不是一个柔的，它是男生嘛，细长一点点。来，眼睛呢？眼睛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你们就想想平行四边形的眼睛是啥样的呀？然后鼻梁过来啊，然后随便画，甲面随便去画。你看
平行四边形，内眼角你实在不行，内眼角定一个点，对吧？外眼角高一点，定好这个点之后，咱就给它刻画平行四边形。哎，上去一个，然后这边我会往这边画一条直线，然后眼尾的位置可能会飘出去，去找好平行四边形，横啊，然后眼尾毕竟要有睫毛，要上扬嘛，所以咱还没有画。然后下面来从这儿过去平行四边形，可以把下面眼底的位置画出来，然后这边给它连接。出来了吧？是不是眼睛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把眉毛再去稍作调整，给它画的凶一点啊，画凶一点点。有了没？是不是有了？然后来，它的眼睛的厚度和双眼皮大家该画了啊！眼睛的厚度和双眼皮厚度呢，我就直接填黑了，直接加重，然后眼球，因为往内侧去看，所以整个眼球会往里面去跑一跑，对吧？眼睛是不是有了？对不对？是不是有了？然后眉毛眉毛要比眼睛长啊，待会儿眉毛咱再去做调整。然后但是在光的这个打光下，如果后缘有可能会被光一打变成浅色，可能看起来会短，实际上这个眉毛一定要比眼睛长的，好吧？待会儿再画眼睛，再画眉毛。好了，这边咱给它画过去，注意角度，它是一条这个整个眼睛的角度，千万别这个画的高，这边画的低，去拿笔去比量一下，它的跟眉毛的宽度差多少，跟眉毛的宽度差多少。你看，这不就画上去，定好位置。你们用稍微短一点拉线边啊，我这个比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因为靠近我们，所以眼睛我会加粗，看到没有？把这边的加粗，会要更清晰一点。然后把这个下眼睑，眼睑的厚度给它加上去，内眼角几乎是不画的啊。然后注意眼球的位置，定点啊，这个基本上就有了吧。然后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下眼睛的厚度，然后这边的我给它画的这个帅一点。啊，忘了，我说怎么那么滑？画完了，就几笔，大家可以每个眼睛都画试试，好不好？是不是就这种，就画就好了啊，画就好了。这个眼睛稍微长了一点点，没事，这个差不了太多。这个就完成，就看看你们喜欢了啊，想画哪个画哪个，去试一下在指甲上，好吧？等线条能勾好，多画几个眼睛，会发现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怎么这么厉害？你会自己感叹。所以说慢慢去来，一步一步来，先把每一个这个眼睛、鼻子、嘴巴都能画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组合，至少心里有一个标准，好不好？有一个标准，大家回去试一下啊。今天把这个眼睛还有手部，是不是手部画法的话，我不知道看哪个角度，一般来说，卡通人物手部这样会多，就是你们看着自己的手去画，找它的轮廓线，找好轮廓线之后，把所有的线条给它柔化，然后但是拐折的地方一定适当的有一点点，但不能一点都没有，全是直线，好不好？